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哦。这一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开发一个新的系列哈，就是呢，喜乐呢想要对于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一些有关于身心灵或者是宗教的这些新闻呢，喜乐会有自己的看法跟意见表达出来给大家知道，跟各位分享哈。这次呢，我们呢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聊的是最热门、最夯的新闻哦。第一个就是白沙屯妈祖，那很多人对于这个白沙屯妈祖的神教，他可以随心所欲的东跑西跑呢，感觉到很不可思议视为神迹啊。那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那喜乐是什么样的看法呢？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析。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呢最近呢艾丽莎莎他开了一个线上的瑜伽的课程，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大卖。那呢，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的瑜伽的老师的攻击跟反弹。喜乐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呢？首先呢，就是第一个白沙屯妈祖的这个神教到底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那么奇怪它为什么能够呢？好像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可以随便的忽然呢转向，或者是像人一样的做反应呢我们看的都会觉得非常神奇尤其各位如果有看到白沙屯妈祖的这个影片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白沙屯妈祖这个神教非常的有灵性非常的人性然后呢甚至有点任性有时候呢暴冲速度非常快，有时候忽然停在那边好像在思考什么那这个感觉呢是让人呢觉得这个神教它本身里面是有一个意识在思考的。当然呢，有些朋友呢也会开始质疑说，干姆亚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这些教班演出来的事实上早就安排好了只是一出戏而已是为了吸引信众为了彰显神迹然后呢为了抢夺香火所做的这个表演而已相信呢也是有些人呢是持质疑的态度的喜乐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教的一个人性化的举动，它是怎么样发生的？第一个呢我想要讲的是这个神教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前面2位教父，后面2位教父，总共有4位教父。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旁边有一个锣声，就是敲锣的是一位女众它其实是5个人所形成的一个神教的一个场域或者一个系统。想想看如果有4个人要同时转向或同时做这样或同时做那样的事情呢，而且那个默契呢真的是完全没有落差因为4个人想法会不一样嘛，你想往左我想往右就会卡住嘛，所以会不顺嘛。所以呢如果他是演的话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些不顺的现象，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它整个的旋转或者是整个的转向或者整个的停下来，或者是忽然往前冲，或者是左右摇晃，或者是前后摇晃它是非常的流畅而自然的。所以呢你会感受到呢他们是一个整体的状态，就是说这4个人加上锣声5个人，它是处在一个和谐共振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就喜乐的观察我来提出我的看法第一个呢，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伏击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呢一样有类似的结构，就是有一个伏击的基笔那就是一支笔然后是木头做的，然后呢这个木头的笔呢用一个井字形的一个架构呢把它绑在这个井字的正中央，然后呢这个基笔呢有时候是有2个人，有时候是有3个人，有时候是有4个人呢握着呢这个井字形的结构的这个边边的那个杆子机身呢去握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就会呢自动的书写出文字出来。那如果呢这支笔呢是1个人写，那当然就你可以说这是造假嘛。但是呢如果这时有4个人，他居然还可以写出字来，而且这个字还有上下连贯的意义的时候呢，那就非常非常的神奇了。可是呢我们发现常常呢是下面的信徒问问题，他给予回答嘛，所以这些内容都是一个随机的状态，它是无法作假的。所以呢其实呢神教跟这个伏击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结构状态，只是它多了一个锣声就专门敲锣的人。各位会发现到呢，以神教为中心呢，它是有一个能量场或者是讯息场在那个地方的。
如果呢稍微有一点点对于这个能量上面比较敏感的本人呢，通常都会发现呢，越靠近神教，那能量场就会感觉到越强烈，而且它是一个笼罩的范围。尤其这个5个人呢，都一定是在同一个能量场里面的。这个敲锣的这个作用呢，你会发现呢，这个锣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哈。它甚至呢，好像它可以遥控这个神教哈。这个敲锣的作用呢，我认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所有在场的5个人呢，都进入一个 trance 的状态。trance 的状态就是意识转换的状态，它会将我们的意识呢，转换到一个不同于平常意识的状态。那我的感受呢，是它会让人呢进入阿法波的状态。那什么是阿法波的状态呢？就是人是非常放松，但是又是清醒的状态，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好，我们如果要讲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它是一个放松然后又清醒的状态，它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但是也不是一个一般的我们一般的脑筋里胡思乱想的状态，它就是背着，然后呢就跟着这个锣声呢进入了一个 trance 的状态。这个状态呢是非常适合接收讯息的。尤其它要笼罩在一个这么强大的讯息场里面的时候，他们呢会依着这个讯息本身呢去做相对应的动作配合，会自发性的，就像伏击里面的人，他也会觉得手会自己动啊，然后就写出字来了。可是呢，同时有4个人啊，每个人想写的字不一定是一样的吧，对不对？那一定会打架啊，可是没有，他们就很顺利的就有一个很完美的字形就出来了，然后呢是看得懂的。同样的，白沙屯妈的这一个能量场呢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东西如果你有做过家排的人当过代表人，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当你呢站到这个个案的家族的能量场里面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依照这个你所代表的角色呢去做一些移动，而且是自发性的，它不是你自己要的，而且你也会感受到呢那个代表本身的情绪或者是他内在的一些反应也会跟着呈现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啦只要人有足够的放松都可以做得到好，这个呢就是呢白沙屯妈的神教呢，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到底怎么移动的它的原理大概是这个样子希勒认为的好，再来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艾丽莎莎的瑜伽课的部分了。哇，这个呢其实我认为啦，艾丽莎莎的这个行销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呢已经有2万人已经订了这个课程了。那如果呢以这个课程的费用来讲的话，他已经进账好几千万了那对艾丽莎来讲呢，根本就是大捞一笔嘛他这么赚可是呢，为什么一个线上的瑜伽课程为什么会这么的赚钱呢？照道理来说，我们现在台湾呢有很多的实体的瑜伽课程嘛然后都老师在前面教，然后呢同学呢在下面呢跟着老师练习瑜伽嘛。那照道理来讲呢，这种实体有接触的课程的话呢，比较容易调整姿势比较不容易受伤等等的这也是呢这些备受威胁的瑜伽老师们呢常常强调的点，就是说这跟线上课程呢没有办法亲自的指导你没有随身的指导，没有实际的指导，很容易产生这个瑜伽动作受伤的状况这样子的课程是不负责任的等等的就有很多的抨击嘛。那我的感觉呢，第一个就是他们有感受到某种现实上的压力，就是说奇怪，为什么我的课程呢没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我的课程，然后呢却愿意去参加一个线上的课程？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就这里要讲一下喜乐有稍微看一下他的课纲那里面这个瑜伽课程所要教的东西我发现到呢他其实呢他补到了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呢瑜伽在台湾里面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个很缺乏的东西，他刚好补到那个位置上，还有补充的那个部分，那也正好呢迎合到呢已经学习了一段时间瑜伽的人的一个需求。怎么说在台湾的瑜伽课程里面呢，几乎都只有体位法，除了体位法以外什么都没有。可是瑜伽只有体位法吗？瑜伽不只有体位法，瑜伽还有其他的东西。可是呢在台湾呢很少有课程呢有正式的在教除了体位法以外的东西
而且呢，体位法呢，它其实呢，是不够的哈。这个真正的瑜伽里面呢，体位法跟呼吸法跟冥想法这3个东西呢是要合在一起做的。可是呢，很奇怪，在台湾呢，已经只有体位法在教学，其他这2个部分呢，其实是没有在教了，甚至连那些教瑜伽的老师自己也不会，因为他也没学过。他所受到的瑜伽老师训练里面也没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瑜伽课程已经变成一种商品了。那商品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把它浅化，把它难的部分拿掉。那一拿掉之后呢，最容易被看到的当然就是体位法，大家印象最深刻也是体位法。所以呢，其他东西呢就理所当然拿掉，因为呢，除了学到呼吸法、体位法跟呼吸法还要做搭配，这个难度又提升一阶了，就不利于推广嘛。大家觉得这么难，我就不想学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嘛。那再来还要再搭上一个冥想法，要把冥想法、呼吸跟体位法3个合在一起，那难度又增加1倍。那更不用说呢，瑜伽本身呢，它是有一套它的宗教哲学思想的。然后呢，瑜伽本身呢，它是一种生活形态你早上该做什么，中午该做什么，晚上该做什么，该吃什么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思想，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这个作息，还有呢，怎么样过着一个瑜伽的生活。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一整套的东西，可是呢已经被简化成一个体位法而已，而且很多的所谓的瑜伽老师也只会体位法。这就我讲真难听一点，他们只能称为体位法老师啦，没有资格称为瑜伽老师。因为瑜伽 Yuka 这个字呢是合一的意思，它是跟大自然合一、跟宇宙合一的学问。我们要在意识层面上，在身体的层面上，心的层面上呢是跟宇宙合一的，这才是真正的瑜伽的核心啊。很多人做了体位法做了多年之后，他开始会有这样的需求了。我想要学更深入的瑜伽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呼吸法怎么用，也没有人教呼吸法。所以呢，当艾丽莎莎呢，她这个课程里面呢有呼吸法的部分的时候呢，就已经吓死了。而且它里面有10种呼吸法，然后呢还要搭配的体位法来一起运作的。我相信很多的所谓的瑜伽老师连呼吸法都没听过。其实呢，如果瑜伽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呼吸是最重要的。体位法反而是辅助，呼吸法是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部分。体位法是一个辅助能量流动的一个姿势，但是呢，呼吸法呢，等于是点火让火能量起来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当这个2个融合在一起，气脉达到畅通的时候呢，我们在进入冥想的时候呢，这个冥想的力量才会特别的强。但呢，总而言之一句话呢，这些东西呢，在阿丽莎莎的这个课程里面，大部分都具备的，而且他要告诉你早上要做什么瑜伽，中午要做什么瑜伽，晚上要做什么瑜伽，那要怎么样做然后呢，也有可能讲到了瑜伽的饮食瑜伽的作息啦，瑜伽怎么样净化自己啦，等等的东西虽然他讲的没有非常的深入，但是一个基本的架构是有的，而且是他就是用一个最浅的瑜伽，但是它的架构是完整的，而不是只有体位法。这个刚好切入了整个台湾的这个灵性的这个瑜伽的一个市场里面因为很多人练瑜伽也练了非常多年，可是呢都没什么进展，就是呢筋比较松而已。 That's all， 他没有感觉到什么样的能量或着火这样的东西。 Chakra 这个在瑜伽学派里面常常提到的轮脉脉轮气脉能量通过能量通过身体的感觉，这些东西他们听了很久了，好像有这个东西，但是怎么样达到不知道，没有。所以呢，会有一群人呢开始渴望呢学更深的瑜伽，可是台湾这个本土的市场没有。那艾丽莎莎刚好把它引进来，而且呢，她用很浅显的语言呢来带入这个东西，让人觉得很容易懂。那自然呢就火起来，就热起来了，没有办法因为呢，事实上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身心灵瑜伽的这一块呢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呢，我要奉劝呢，现在的教瑜伽的老师，你们要再更努力的学习除了瑜伽体位法之外的这些东西，譬如说呼吸法啦，譬如说冥想法啦，譬如说里面的哲学里面的瑜伽哲学瑜伽的思想
可能呢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然后能够谈出来，能够教导于你的学员，这样你的学员才会觉得呢他是得到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你自己都只是片面的，然后你又看人家热然后就在嫉妒人家，然后呢拼命的说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呢讲难听一点现在的瑜伽教师都是大班的一个老师下面20几个学生，真的有办法一个个的指导他们的姿势的错吗？大部分的人都只是看着老师的示范，然后跟着做而已老师也嘴巴讲那个要点注意的事项而已。可是呢，真的会下去一个个调姿势吗？好像也没有。那如果这样的话，跟线上的课程有什么两样呢？难怪人家的课程那么好卖嘛。所以呢，不用嫉妒别人，想想自己所缺的东西，好好去补齐。我是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好，那这一次呢？喜乐呢就把我们对于最近的这些身心灵的新闻呢还有宗教界的新闻呢做一个 reaction 做一个回应那如果各位觉得我们这个内容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与分享如果呢你想要得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好，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